魏婴踌躇片刻，垂着眼眸打开了心法，一股强大而又温和的力量扑面而来，是陷入沉睡自动防御的神魂。魏婴手足无措地看着被灵力包裹成茧的神魂，眼神中是慌乱与庆幸。慌乱的是自己将迎来一个血缘关系上真正的长辈，庆幸的是祖母的神魂穿过空间还安然无恙。魏婴小心翼翼地魏家的心法放入锁域内，哪怕知道自己不可能将祖母唤醒，可还是怕扰着对方。对于银钱，魏婴本就没什么概念，取了一袋放在怀里，其他的便丢在那里。也就说，那一箱箱的钱依旧堆在那锁域内。检查完祖母神魂无恙，魏婴便陷入了沉思。血池内并没有阿苑的身躯，那么阿苑定是被那4大家族带走。想起江城一脚踢开阿苑的行为，若是落入江城手中，怕少不得被抽打。魏婴越想越难受，阿苑还那么小，根本经受不住紫电的鞭打。神色辗转间，魏婴的眼眸中满是坚定。最快知晓阿苑身处何地的方法便是共情。共情于万鬼，哪怕刚经历过万鬼反噬，也要看得他们有意识的事。只要有一只鬼在自己身死后仍有清醒意识，并滞留在乱葬岗，自己便能知道阿苑的下落。念着阿苑幼小，金江两家都不会善待于他，魏婴赶忙给自己设了一个万鬼不入的结界，以保护尸身。这条命是爷爷花了很大的心血才换回来的，自己可以不在乎自己，可不能不在乎自己的家人。魏婴的神魂从躯体内缓缓爬出，如飞剑一般冲入万鬼群中。魏婴不知过了多久，再次回到了自己的身躯。有一个瞬间疑惑于自己为何会出生于这样的地方，但魏婴很快调整了过来。有些人一生都在为别人而活着，有的人一生执着于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权利，各有各的活法，不能因为他们的惨事就去否决在这个过程中感受的温暖。魏婴凝气把心神稳定下来，虽经历人生百态，可自己还是看见了阿苑，也看见了那个挡在他面前的蓝湛。魏婴低头痴痴地笑了，囔囔道：“蓝湛，你怎么那么傻？”阿苑被满身伤的蓝湛带回去了。云深不知处不可结交邪魔外道，蓝湛这样的名士，除了家族，谁又能那般伤他？那么干净的情感，自己又怎么配呢？如果不是认识自己，蓝湛根本就不会负伤。归根究底，竟还是自己。魏婴强打起精神，从锁域中取出丹药，细细辨认。记得爷爷说过，锁域里面放了很多上好的丹药，都是对身体好的。蓝湛应该是被打了戒鞭，虽不知多少，但是看蓝湛那背后斑驳的血迹，应是不少于3鞭的。自己后背也被打过，但肯定没有蓝湛疼。魏婴打开一个个罐子，开始人体实验。丹药入口即化，唇齿间还留有淡淡的香味，体内的伤损开始渐渐缓和。魏婴头顶的呆毛晃啊晃，皱着眉头打量着手里的丹药，实在不懂药理，这该怎么归类？挣扎片刻，想到蓝家有药师，应是会甄别一下。反正老爷子也给自己准备了老多的药，魏婴便一股脑的将大半揣到了怀里。魏婴朝着山下走去，自己没有灵力，不能御剑，随便也不在。该如何快速去姑苏啊？夷陵城自4大家族围剿乱葬岗后，周边的店家便高高挂起打烊的字样。本来人来人往的街道都是零星的行人，只有1、2家实在困于生计的小贩咬着牙坚持在道路边卖菜。而魏婴看到的便是如此模样，那个卖土豆的小哥依旧在那。魏婴缓步上前问道：“老板，今儿怎么都关门了？”那个小哥一看来人，又是老客人了，许是半天无人前来，见着熟客便唠了起来：“魏小哥，你是不知道，这乱葬岗上的夷陵老族跑不夜天杀了3000多人，然后这4大世家带头杀上了乱葬岗。但你说奇怪吧，也挺奇怪的，以前这乱葬岗这些世家哪个不是躲着避着？其实谁对谁错，和我们这些普通人也没什么关系啊。夷陵老祖在的时候，这夷陵城里根本就没有邪祟，现在这人死了，邪祟都跑出来了，我们普通人谁还敢出来？”魏婴神情复杂地听着他的话语，遂问道：“那世家不管？”那小贩听得客人的发言，整个人都气笑了：“魏小哥，你还相信他们呢？这些个修仙世家压根就没管过我们的死活，还说这是夷陵老祖的大本营，邪祟都比普通的厉害，灭不了。这人都没来就说灭不了，这
不是摆明着不管我们死活呀？要不是家里难以接锅，说到后面，小贩长长地叹了口气。魏小哥，你也不容易，这邪祟不知道什么时候蹦出来，你也要出来买菜。小贩看着自己篮里的几个土豆，弯下身挑挑拣拣，挑了2个大的完好的，又捡了些发芽的，装进布袋子里给魏婴递了过去，收你3文钱。魏婴看着对方递来的土豆，一时不知该作何反应，愣神过后，笑着接过了对方递来的土豆。随后魏婴拿出1担银子递了过去，老板，这些日子多谢你的照顾了，我要出远门了，便不待在夷陵了。小贩看着白花花的银钱也挺心动的，毕竟可抵2年的收入，但就这几破土豆还真值不了这钱。